赵露思抢拍新剧，出道5年，当红女星，未来无极限。早前赵露思主演的古装剧《星寒璀璨月升沧海》，凭借看似软弱实则勇敢、足智多谋的女主程少上一脚，人气一飞冲天。赵露思说，这是她出道以来拍的最长的一部电视剧。她和程少商一起长大，见证了她的蜕变。据中新网报道，赵露思一直忙于拍摄电视剧，偷偷摸摸。此次入组前，她给了自己5年前出道以来最长的假期，好好休息。出道5年，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成长为公认的女主角。这样的赵露思让粉丝们特别得意。赵露思不是一夜爆红的，她现在的成就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至于未来的规划，她表示自己不是一个能设限的人，会走好每一步，乐于接受大众的评价。回首出道以来的演员生涯，赵露思觉得这是充满成长和收获的5年，感叹时光荏苒。曾经参加集体试镜，几个月接不到片子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赵露思说，我到现在还没有一帆风顺，但我的家人一直都很支持我，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所以我并没有特别迷茫。当被问及剧中众多被网友点赞的哭戏时，赵露思谦虚地说，我不是专业出身的演员，也没有专门练过哭戏，或许我一直都能做到对角色有同感，我也拍过，玩了很多，积累了一些经验。赵露思，甜美少女再度火爆国内娱乐圈。在姐姐占据了长久的关注度之后，甜少爷王心凌再次用一首《爱你将甜》的概念带回了大家的视线。细看近期的热播剧《星光灿烂》中的赵露思，《苍兰诀》中的虞书欣，《青春派2》中的赵今麦，无一例外都是甜美的女演员。这一幕让 KK 想起了小时候，喜欢《恶作剧之吻》中笨拙的袁湘琴，喜欢《小公主》中勇敢坚强的黄甫珊，喜欢《上海甜心》中执着的杨丞琳。甜美少女主宰夏日，从沉香如粉中的隔壁洋子，到也参加过暑期木偶作品大赛的赵露思、虞书欣。热闹的暑期档口，古木偶占了半边天，古木偶市场，甜美少女占据了半边天。赵今麦、赵露思、虞书欣作为 KK 选拔的当期热播剧中甜美少女的代表，分别主演了《青春派2》、《星光灿烂》和《苍兰诀》。在播出期间，一直位居猫眼全网人气榜前列。其中，《苍兰诀》和《星寒锦绣》自上榜以来，几乎从未跌出前3名，人气有目共睹，口碑在众多暑期节目中也名列前茅。苍兰诀豆瓣评分7.8，刚刚结束的璀璨星河豆瓣评分7.6，青春派2豆瓣评分6.6。两位古偶剧的成绩不仅在暑期档出类拔萃，即便是放在内娱灿若银河的古偶市场，也甩掉了很多平台上所谓的剧王项目，沉香如屑、琉璃的皮、香蜜的衣服、二婚 CP 隔着一道墙，高分段跑者相当的距离。作为这些热播剧的主演，虞书欣、赵露思、赵今麦也为该剧的热播做出了不凡的贡献。德塔文电视剧繁荣指数周数据显示，林淼淼、赵今麦是、程少上、赵露思是、小兰花、虞书欣是的角色贡献率分别为49%、45%和49%。百分号不仅与对手演员相提并论，甚至领先，而且成绩相当不错。一向很会选剧本的虞书欣，继下一站是幸福的蔡敏敏和月光变奏曲的首映礼后，她再次选择了萧兰花这个看似量身定做的角色。为了她，苍兰诀中的小兰花是典型的聪明白甜、可爱勇敢，同时智商在线。这个设置类似于第一个仪式。同样的，赵露思总是被选上同类型的角色。继传闻中的陈芊芊之后，赵露思主演了《长歌行》，女弟子来国子监，我们来试试世界，并在《璀璨星辰》中饰演程少商一角。关怀渴望被爱，具有孤独的性格，几乎所有这些都是古怪的服装角色。这群人的速度几乎是在横店安顿下来。而年初在热播剧《开始》中饰演李世清的赵今麦，在《青春学园2》中饰演林妙妙，时隔3年从校园步入职场。青年学校长大后，麦麦本人也从高中进入大学，成为一名中国戏曲学生。可见，在合适的年龄演合适的角色，在角色中展现出自己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甜女演员选剧本的重要标准。不要傻，要甜。
早些年，傻白甜是很多85花的标签。在《仙剑3》中的紫萱之后，一头扎进傻白甜巨坑再也没有回头的唐嫣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在后来的《何以笙箫默》中，就连号称大女主的燕云台无一例外都是经典的玛丽苏中女主又被男主抢救人的场景。直到现在，提到傻白甜，观众首先想到的还是唐嫣。但近年来，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大众审美的变化，傻白甜早已不再是形容简单天真的设计的褒义词。相反，它意味着一个常规的角色设计和一个没有营养的故事。阴谋。看腻了工具人主角的观众对傻白这个角色失去了耐心，于是电视剧开始了反套路。璀璨星辰中的程少上是一个从小受委屈、逆风长大的角色。他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动手能力很强，不靠强大的男主生存。虽然看起来很弱，但他习惯于自己解决所有问题，从不抱怨，不等人来救他，一有抱负就当场报复。他既谨慎又猖狂，渴望被爱，却很难传递他的真诚、善良、天真和狡猾，与我们认知中的古代傀儡女主形象有很大差距。是一个非常复杂多面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双文女主，这也和以往赵露思的选择不同。但是陈芊芊之后，她又一次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如果说陈芊芊是她自己的天真和幼稚补充了她的角色，那么隐藏在她软弱之下的倔强就是程少商，而似乎是赵露思本人。在程少商身上，更能看到的是赵露思作为演员的演技的提升和成长。同样反套路的还有《兰花的秘密》中虞书欣饰演的小兰，一株住在仙族偏僻角落无人问津的小草，因为一场意外与魔王的生命相连，从此相知相恋。心中有大爱，不会因为立场不同而对无辜的人产生怨恨，也不会为一些不为人知的仇恨承担报复的枷锁，也不会认为越族是越族的一员，因为仙族和越族之间的偏见。人天生就是坏人，尊重自己的感受，对一切都有自己的判断。你不会因为一些误解而浪费30集的时间，只要你长嘴巴就能说清楚，故意拉长故事的节奏。小兰花的纯洁善良在每一场戏的剧情中都可以追溯，不是整天惹事，而是用一句不生气就永远不生气的天真话来拯救观众。人都是傻子的设定，即便剧情在30集后开始逐渐崩盘，但也不影响大家对小兰花这个角色的看法。即便是和灵力强大的女神相比，观众更喜欢天真活泼的小兰花。在虞书欣的精心塑造下，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小兰花的形象都十分饱满鲜活，是一位真正爱这个世界、爱自己的女神。在剧情开始反套路的同时，观众对角色的接受度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接受角色的黑暗和不完美。在《少年派2》中，林淼淼的角色设计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对于00后整顿职场的内容，很多人认为林淼淼被公司开除的行为是自私、鲁莽，不符合现实。有人认为他坚守原则，不做恶事，勇敢，支持他愚蠢的善良，坚守底线，敢于造反，承担后果。即使现实的车轮从林淼淼的脸上碾过，他也不忘坚持自己的初心。连 BOSS 都能闪现的不再只是女主的光环。没有敌人的开放，角色也有缺点和弱点。观众痛恨他的自以为是，也从他身上窥见了过去的自己。而他的演员赵今麦，凭借扎实的台词功底，已经证明了自己华语剧第一的实力。一口气说了209个字，就连耗子也忍不住问观众：“你刚才是怎么偷偷喘口气的？”当傻白的遮羞布被去掉后，甜意味着善良，成为了角色最基本的底色。大家开始为更丰富的故事内核和更高层次的演技而努力。性得到了改善，演员有了更多的发挥和创造的空间。相比单一出场的甜蜜，天美出场下的智慧和实力，也是当今观众对天美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允许多样化的美。近年来，她力量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多年来积累的美，看到了各种未定义的美。KK 还记得《乘风破浪的姐姐》第1季播出时网友的评论，看着他们30多40岁，突然觉得不那么怕老了。对于我们与美丽和年龄的关系，我们不断产生新的观点和定义。时刻自信大方的舒淇，不愧是成熟美的代表。但即便是舒淇，也不是天天带着香槟和珠宝。
她对自己的生活总是充满信心。场上是意气风发的铅球选手，场下是可爱又可爱的姐姐。2022东京奥运会选手龚丽娇受邀出席 Prada 2022秋冬时装秀，生动诠释了什么自信、爱和美丽都是。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有人永远年轻。屏风可以专注于少数人的美丽和优雅，但更重要的是让大多数人得到启迪和力量，有信仰和能力去接受和与自己和解。让越来越多的人领略青春与活力的美，领略岁月沉淀后更丰富的美。不管是什么风格，只要每个人都足够自信，都能大放异彩。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演员也一样。你一票，我一票。心灵80岁还能唱歌跳舞，即便已经80岁了，王心凌依然可以成为观众眼中的甜奶奶，所以才20几岁的甜美少女们也不必强。你一票，我一票。心凌80岁还能唱歌跳舞，即便已经80岁了，王心凌依然可以成为观众眼中的甜奶奶，所以才20几岁的甜美少女们也不必强行转型。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比起转型，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同类型角色中不断锤炼和成长，提升表演的层次和感染力。就像赵露思在古同类型角色中一直在磨练傀儡，终于遇见了他。成少上，女生可以随心所欲，甜美的女生可以酷，成熟的姐姐可以软萌，温柔有力量，接受人性的复杂，世界的多样性，从容面对时间，是我们不被任何外界贴上标签的美好生活。